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如何用360相机录制这种跳高游戏。首先头上带着相机，从楼顶往下跳就可以咯。开玩笑的，纯属恶搞，请勿模仿。其实真正是用空拍机拍的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Unity 官方频道，我是达哥。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到了这个系列的第3期啊。不知道大家看了前2期的内容没有？我们之前介绍了如何用360的图片跟360的视频来欺骗眼睛，所以我们也收到了一些询问，这一种技法是否能应用在用真实相机拍下来的360照片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说明，如果你是用实体的360相机所拍出来的360照片，怎么样在 Unity 里面跟模型互动。如果你没有看过前2期建议你先去看一下，因为有非常多重要的观念已经在前2期有说明咯。特别提一下，为了这一期内容，我还特别去买了一台360相机，不是业配啊，就是这一台 GoPro Max。未来我会用它来做一些研究，并把成果分享给各位。首先说明一下我的360照片拍摄流程。首先把相机用脚架放到你要拍照的地方。现在的360相机大多都支持手机连线，这样子你就可以通过手机看到镜头画面，躲起来拍照。早期的360都要缝合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有自动缝合的功能，而且还会顺便帮你把自拍杆 P 掉。分辨率还能达到 5.6K 以上，比以前好很多了。最后会得到这样的照片，然后把照片作为纹理贴上圆球，指定官方的 Panoramic Shader， 镜头设置改为 Solid Color， 从圆球中心往外看就能还原当下拍照的位置。这个做法第1期就说明过了，所以这边就不再细说了。如果你看过本系列第1期的内容，你会知道360图片的原理是先有模型才能拍出360的图片。那如果是360相机拍的照片，没有模型作为基础，该怎么来还原碰撞结构呢？如果在拍摄照片时就已经预期到这张照片未来是要用在这种无模型的场景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拍摄时能够仔细的测量所有的环境信息，在 Unity 内把碰撞结构建立回来，并把相机的位置放在当时拍摄的位置。接下来的流程就和第1期的一模一样了。这就是本期的内容，感谢各位收看。开玩笑的，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哦。这一期我们主要就是要来讨论，如果你只有一张360照片，如何反推那一些碰撞结构呢？如何反推地板位置？首先我们要理解360相机在拍摄时的当下的位置，就是 Unity 里面圆球的中心，这里就是真实世界的镜头位置。假定拍摄时高度是2米，那我生成一个地板，并且放到000，现在只要从000往上移2米，也就是020，把刚刚的圆球和镜头放到这里，就完成了第1步反推地板位置的步骤了。反推场景碰撞结构，有了地板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它上面开始反推碰撞结构。这里很重要，你不能随意的去目测并对齐物件，这样子会对不准。正确的目测位置必须在镜头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圆球中心。先点选镜头物件，然后从 Gain Object 底下选 Align View to Selected， 场景的视角会转到正确的镜头位置。接下来整个目测流程你都不能够移动镜头，只能够按右键旋转。这里只要做错了，位置就无法对上，要特别注意哦。假设这里需要遮挡的物件高1米，你可以生成一个 cube， 并把网格渲染先关闭，只留下碰撞体。由于 cube 的 XYZ 坐标是在物体中心，所以 Y 值必须是物体高度的1半，
也就是 y 等于 0.5。主要的用意是让 cube 的最下方刚好贴在地板上。这里很重要，接下来在不改变 y 的基础上，用目测来改变这个 cube 的 x 和 z 坐标，对齐照片中的物件。你不能这样移动，因为 y 是不允许被改变。但你可以这样移动，改变 x 和 z 是允许的。缩放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要缩放到 y 轴，那 y 的值就必须重新计算，也就是高度除以2。当然，你也可以把 cube 加个 rigid body， 然后在播放模式记录它的 y 坐标，并写回给 cube， 也算是懒人的处理方法。接下来基于这个规则，把场景要做的碰撞全部拉好。如果这个步骤没有做错，最后你可以把所有的 cube 的网格渲染打开，你会发现场景的碰撞结构神奇的被还原回来。此处应有掌声。当然，目测的碰撞结构绝对不会比测量来的精准，但是呢，总比没有好，你说对吗？影子，这里可以用和第一期一样的做法，也就是把所有的碰撞体网格渲染打开，用正常的光照产生即时阴影，然后用 shader 来把影子以外的地方挖空，然后打蛋 50%。 有了阴影之后，沉浸感就会上升非常的多。由于碰撞体是 cube， 所以产生的阴影当然就是平面。你可以把模型复杂化，放上更接近真实世界的物件外形，来产生更贴近照片的影子折射。前景的处理，我找到一个比第一期更好的做法，连遮挡图也不需要额外制作了。因为制作影子的关系，让碰撞体还是有绘制处理。如果把碰撞体的材质渲染顺序往前调一点，这个碰撞体就可以顺便拿来处理遮挡。当人物跑到后面去，会被碰撞体盖过。然而前面画的是360照片，因而呈现出跑到后面的感觉，正合我的需求。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碰撞体的外形如果不够贴合，很容易穿帮。但比起做假图，实际的还原碰撞结构会更有效益。当然，还是可以搭配第一期的做法 ，PS 几张前景图来合成。所以这里的思维是，大块的几何面积可以用碰撞体，小型的物件呢可以用 PS 前景图。如果你跟我一样，同一个场域有拍许多不同的360照片，那你可以从碰撞结构找到接近的点，放回圆球来叠回去。如果你要把360照片改为真实相机拍的360视频，有2点要注意。第一个，任何会移动的生物，比如说人啊、猫啊、狗啊，都很容易穿帮。前景如果不是视频格式，那风太大的树枝摇动也很容易穿帮。整体来说，限制还是挺多的哦，但是拿来制作真实的日夜切换这种过场动画还是可以的。这一种做法虽然能应用的地方仍然有限，但是随着科技的演进，比如说储存成本的降低，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360算到点云格式上，并放到网上，加上各种的演算法，快速的传输速度，那我认为未来做一个看起来跟真实世界没有两样的 VR 世界，其实不会距离太远，大概是1年到20年。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忘记说，记得3连。忘记说，今年的 Unite 在上海，记得买票来找达哥拿礼物。